我最近约了几个南方小土豆去滨海大闸蟹玩，但是里边现在排队实在是太邪乎了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山楂。我打算提前在家做点酸奶山楂球，然后带到里边留着排队的时候吃。但是想做这玩意儿就得先做山楂糕。这回处理山楂，我是先去的屁，然后烫软了再去它的核根儿。这种方法虽然麻烦，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前2天刚捅了3000多粒山楂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现在看见这个桶子，心脏就有点生理性的突突。然后这山楂加水打成泥之后就可以过筛了，但这玩意儿因为组织纤维太细了，筛起来巨麻烦，而且用刮板还不吃劲儿，就只能用手干。那后来给我干的指纹都快磨没了。但这都不是最魔鬼的步骤，最魔鬼的是后来熬山楂糕。这玩意儿吧，它没法大火，我们一度熬到了第2天早上4点多，完了熬的时候还特别崩，这小点崩出来一趟一个泡。真的就这么做一次之后，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在家给孩子做山楂糕的父母。这要是我家孩子以后跟我说想吃那种没有添加剂的山楂棒棒糖啊，我恨不得上去先给你牙掰碎它。然后外皮儿我参考的是最近特别火的酸奶糕的做法，就是奶粉加酸奶一起和成团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后这个小零食是一块酸奶糕包了几块山楂糕，然后外面还裹了点奶粉。这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关键嚼起来口感还特别紧实，但就是做起来效率太低了。我们一共是做了7、8个小时才传出来300多个球，所以后来我非常果断，就把大部分的山楂糕都直接做成山楂糕了。主要我算了一下，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酸奶山楂球的话，那可能做完滨海大闸蟹都化了个嘚儿的了。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些吃的去勇闯滨海大闸蟹了。这怕冷，我弟穿了4条裤子，还穿了1条可以加热的袜子。然后打完卡，我们就去排大滑梯去了。今年这园区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蹦野迪那段实在太嗨了，我们这顿跟着摇头啊，以至于没等他低蹦完呢，我弟就把脖子给闪了。就看他这个状态，我估计他得带这个脖套回家吃年夜饭了。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斌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。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了命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金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，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，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了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，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，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刀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着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的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！妈，整挺想哭。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
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，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。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，我都快哭了。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他妈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，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只要但凡大点火，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鸭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鸭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，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块5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却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再之后我们把天幕支上了，就开始等着大家来了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。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：狗送好活着！我最近听说尔滨为了招待企业，快把松花江上的娱乐项目铺满了。我在这附近生活了快30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盛况。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勇闯松花江。哎，这得有个桶，这看着热闹，咱上这去玩去啊！哎，干什么？想要吃鸭脖，先过我们好好鸭这关啊！那这个是那个圆梦之星的好好鸭，它这是和绝味鸭脖联动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吃好吃的，还得有完成一个挑战呢。什么挑战？舞蹈没问题，舞蹈我最擅长了，我哈尔滨舞王。胜利！我这个事儿跳舞，他连手都没有，这事儿没用不赢啊！那我们现在能进去了吗？没问题，下次一起继续，拜拜。刚跟那好好鸭玩了一会儿，他想玩这个雪圈，那咱们定王谁？出人拉赢那个，切记他只会出师。抽剪子布 ，OK， 险胜。咱开个组队，谁要是输的话，谁就上雪地里去做10个俯卧撑。你要说服了我，就是拉倒了，不可能服！我干不过你，我找我兄弟摇人是吧？摇人，来，要不你俩把鞋脱了，把鞋脱摩擦力大，开始！哎呀，玩的好饿呀，就找点吃的去吧。小哥，给我来桶鸭脖呗，免费的，不要钱，免费的，谢谢。到点了，打红包了，人人都有红包，人人都有鸭脖。哇！你抢几个？我抢4个，我抢1打。哎呦，发了！我最近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天黑了，玩不动了，我要吃鸭脖了。我觉得现在的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合家欢场所。圆梦这次的合作也让我们几个体验了一回在一起玩的乐趣。被推下去了，没有，把那个墙给推下来。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呀！干杯！谁给我鸭脖拿走了？